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娱乐快讯。今天这条线表面上看是两件事，一件是谭松韵和最好的我们10年后又被翻出来讨论，一件是赵露思曼谷演唱会正式开票，泰国站热度一路往上冲。可真往深里看，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答案。一个演员的热度到底靠什么撑住？一个名字的价值又是在什么时候被重新看见？老剧周年、角色回顾、青春滤镜，这些东西几乎隔一阵就会来一轮。可问题在于，不是每一部剧都有资格被翻出来，也不是每一个演员都能在10年之后还让观众愿意点进去再看一次。最好的我们这次被重新推到讨论中心，最关键的一点就在这里，它不是被顺手纪念，而是真正还有人记得，还有人愿意聊，还有人愿意为它停下来。更重要的是，大家重新提到这部剧的时候，讨论点并没有散。很多旧剧重提，只剩一句当年真好看。但最好的我们不一样，讨论几乎都会落回到谭松韵身上。她当年演的耿耿，到现在依然能被视作青春剧里很能打的存在，这就不是运气问题了。这说明角色留住了，观众印象也留住了，而演员本人并没有被时代替换掉。而这还不是最有意思的，最有意思的是10年前的青春代表作，到了今天居然还能反向给演员加分。这种情况在内娱真的不算多，很多演员是靠新戏去覆盖旧角色，可谭松韵这里恰恰相反，旧角色非但没变成包袱，反而一直像底盘一样撑着它，这就很值得继续往下看了。这些年内娱最不缺的就是一夜爆红，今天热搜冲上去，明天商务接满，后天剧宣铺天盖地，看上去声势很大。但真正能走久的，往往不是最炒的那一批，而是最稳的那一批。谭松韵就是这种类型，她不是那种每次都靠情绪话题冲榜的演员，也不是靠夸张人设维持存在感的艺人，可她的名字一直没调出主流视野。这背后其实很说明问题。一个演员能不能持续被市场需要，看的不只是爆发力，还看可替代性。谭松韵这些年的路线很清楚，既有国民度，也有路人缘，角色类型不算极端，但胜在完成度高，接受度高，受众面也宽。这样的演员可能不会天天制造大新闻，却特别适合长期占据市场位置。也正因为这样，最好的我们10周年这波回潮带来的不只是情怀价值，还有一种很现实的提醒，谭松韵这一类演员未必声量最大，但他们的商业潜力、平台稳定性、受众粘性，往往比很多看上去很热闹的名字更扎实。这就把话题拉到了另一个层面，现在大家重新讨论的已经不只是这部剧经典不经典，而是谭松韵的行业分量是不是一直被低估了。而这个问题一旦抛出来，后面就很难不继续分析。内娱拍过太多青春剧，校园、暗恋、成长、遗憾、重逢，这些元素排列组合一下，几乎年年都能出新项目。可残酷的地方在于，青春剧最容易红，也最容易过期。很多剧播的时候热闹，播完就散，很多角色当下很受欢迎，几年后名字都很难被再次提起。最好的我们能活到今天，关键不是题材赢了，而是角色和情绪落地了。谭松韵当年的表演不是那种硬熬少女感的方式，她更像是真的把耿耿那种青涩、倔强，有点笨拙但很真实的状态演进去了。观众后来再回头看，会觉得这个角色没有过时，也没有被过度包装，这种自然感反而越来越稀缺。所以现在再看谭松韵的厉害之处，不只是有代表作，而是她的代表作没有被时间迅速消耗掉。这在演员竞争里分量其实很重，因为一部能持续被提及的作品，等于在不断给演员做免费复盘。每一次周年，每一次热搜，每一次平台推荐，都会让新观众补课，让老观众回流。这种长尾效应对演员来说太关键了。有些演员热度高，但受众很窄；有些演员粉丝能打，但路人不买账；还有一些演员
剧粉很多，可一旦脱离角色，本人就不成立。谭松韵比较特别，她的受众结构相对平衡，年轻观众认识她，中层观众接受她，很多不怎么追星的人对她也并不排斥。这种没有明显攻击性的观感，反而会转化成更大的大众盘。这一点放在现在的市场环境里非常重要，因为平台在选人，品牌在看人，项目在定人时，已经不只看一时声量了。大家会看风险，看口碑，看稳定输出能力，也看演员身上的舆论波动是否可控。谭松韵这类演员不一定天天占据最爆的位置，但通常很安全，也很耐用。而最好的我们10年后还能被翻红，等于再次证明了一件事，它不是靠某一个阶段的运气红起来的，而是真的有持续被市场记住的能力。对演员来说，这种能力比一次爆剧更值钱。但聊到这里，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出现了。过去靠作品沉淀下来的热度，和现在靠现场、靠粉丝、靠即时消费拉起来的热度，到底哪种更能代表艺人的当下价值？这个问题刚好可以用另一个正在升温的话题接上。赵露思曼谷演唱会正式开票。赵露思曼谷演唱会正式开启售票，这件事之所以迅速有讨论，不只是因为她本人有流量，而是因为这件事很直观地体现出一个现役艺人的海外号召力正在被放大。演唱会开票和电视剧热搜不是同一套逻辑，前者更考验即时号召、粉丝行动力和市场转化，后者更偏向作品生命力和国民记忆。一个偏当下兑现，一个偏长期沉淀，但偏偏这两种能力都是如今艺人价值评估里绕不开的核心指标。谭松韵让人看到的是演员的就作生命力有多强，赵露思让人看到的是年轻流量在海外市场的动员能力到底有多快。这两个人并不是同一路线，但他们正在用不同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名字一旦进入大众市场，后续究竟能变成什么？因为一边是10年后还被重新审视分量的谭松韵，一边是正在把热度推向海外场景的赵露思，观众自然会开始比较，到底是作品型长红更重要，还是即时型爆发更有未来？这两种路线其实没有绝对高下，只是放在不同阶段，看起来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杀伤力。谭松韵这一边更像是作品积累、角色沉淀、受众信任慢慢叠出来的结果。10年后再提最好的我们，大家不觉得尴尬，反而觉得他当年就有东西，这就是后劲。赵露思这一边则明显更符合现在娱乐圈的节奏。曼谷演唱会正式开票，泰国站热度全面升温，这说明他的流量已经不满足于内地讨论场，而是在往更大的粉丝消费场景走。尤其是演唱会这种形式本身就很直接，愿不愿意买票，愿不愿意追现场，愿不愿意为一个名字跨城跨国，这些全都是非常现实的数据反馈。也就是说，一个在证明时间过了，我还在，另一个在证明热度来了，我能立刻接住。内娱最容易炒起来的话题，永远绕不开谁更有价值。一部分人会觉得谭松韵这种才是真正有分量的演员，作品留下来了，角色记住了，市场信任也稳定，这种长线价值不是短期热搜能比的。另一部分人则会觉得赵露思这种更符合当下市场逻辑，流量、讨论度、消费力、海外热度都是实打实能被看见的东西。其实这个争议本身就很说明问题。现在大家讨论艺人已经不是单纯看脸、看话题、看一部剧爆没爆了，而是在看更复杂的东西，能不能扛作品，能不能带动市场，能不能跨平台，能不能跨地区，能不能让名字真正变成有持续产出的品牌。从这个角度说，谭松韵最好的我们10年后再被热议，意义绝不只是青春回来了这么简单。它更像一次行业提醒，有些演员的价值过去可能一直看得太轻。而赵露思曼谷演唱会正式开票热度上升，也同样像一种信号，新一代流量艺人的商业边界正在被继续往外推。谭松韵接下来如果再遇到一个足够有讨论度的新角色，
他这波就座回潮很可能会被直接转成新一轮关注，因为观众现在重新回头看他，已经不只是带着情怀，而是带着重新评估的眼光，这一点很关键。赵露思这边则更看后续表现。曼谷演唱会开票只是开始，后面的售票反馈、现场话题、海外讨论度都会决定这波热度能不能继续往上走。要是接得住，那它的市场想象空间可能还会再往前一步。所以看到最后，真正有意思的不是谁压过谁，而是会发现现在内娱最能打的女艺人早就不止靠一种方法存活了。有人靠作品活成记忆点，有人靠现场把热度做成现实感，有人靠国民度稳住基本盘，有人靠海外市场打开新增量。路径不同，但每一步都在说明一件事，真正能留下来的名字从来不是靠一时运气。谭松韵最好的我们10年后再度翻红，这波热度在大家看来是青春滤镜太强，还是她的演员分量真的被低估了？再看赵露思曼谷演唱会正式开票，泰国站热度持续升温，这会不会成为她事业版图继续外扩的一个关键节点？欢迎把看法打在评论区，一起聊聊谁的潜力更值得看，谁的分量又该被重新定义。